齐声化剑气。 以琴为剑，确实是高明的手法。这样的剑术我都不曾见过。不过，火候还不够，回去再练练吧。哦，是吗？那个臭小子！怎么样，世子爷，被自己的瞬杀剑法阴了一把？哼！爷爷，我带瑶儿四处逛逛。走吧。长大了，这个小兔崽子。往日每一回你给我倒上你的酒，你都会哗哗的炫耀不停。可今天的你，成熟了，长大了。爷爷若还是想听，那孙子我便给您说道说道。东君啊，从小到大，你父亲管你，你母亲管你，唯独你身旁这个最让人敬畏的爷爷宠着你。你可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爷爷不想我同您和父亲一样活得那么辛苦。爷爷想让我做一个自在自意的人。你太聪明了。人老了以后啊，往往就会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，缺失了很多的东西。可我就想自己的儿孙，尤其是你，可以获得。可是爷爷，自在自意和自在自意也是不同的。有何不同啊？我确实很喜欢自在自意，但不是自在自意的世家公子哥，而是自在自意的江湖侠客。江湖侠客，江湖侠客，为友拔剑，为情拔剑，为不平拔剑。虽自在自意，却有担当；虽不守规矩，但有原则。爷爷，如今百里家有事，您孙子我已经磨好剑了。公子，来一份吗？哎，您看看。哎，听说了吗？任西侯谋逆了。不可能吧？早不谋，晚不谋，现在这光景，谋的什么逆呀？也是。
多谢易姑娘。王友前辈，前辈，您来此处可是有事？啊，无甚大事。易姑娘也来了好些日子，老朽正好今日下山，来看看二位是否安好。劳您挂心了。既然二位安好，那老朽就先行离去了。前辈且等。怎么了，云哥？实不相瞒，我方才听到有人议论说，镇西侯谋逆了。陛下也派了使者去黔东城拿他。前辈，可有此事？哎，不错。事件消息听得潦草，前辈能否详细说说？我也不知详细，只能加以推测。镇西侯远驻国之西门已久，树大根深，又离天启城甚远，帝王想管却鞭长莫及，久而久之就成了帝王心头的一根刺。这次易姑娘逃离天启城一事，虽然王府已严密封锁了消息，市井难以得到风声，可在天子脚下，那些严密监视着景裕王、琅琊王一举一动的人，只要想办法，一定能够知道。这就给了有心人一个契机，在帝王耳边颠倒黑白，说此事有镇西侯的手笔。亲王，是我连累了他们。易姑娘，切莫过于责怪自己。即便没有姑娘这事，旁人还会找到别的契机参倒镇西侯。况且，我也只是推测，做不得准的。前辈说的是，文君，莫要自责。哦，那老朽就先行离去了。多谢前辈。多谢前辈。我猜你已经做了决定了。是。其实，在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便已经做好决定了。天启城都是想杀你的人。天启城也有很多我想杀的人。你千万别冲动。放心，我此行去天启，只为帮助镇西侯府渡过难关。至于亲王那边，只要镇西侯没事，他便算是彻底废了。好。文君，我此行去天启，你有什么想让我替你做的吗？文君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那个，云哥，若是回去能见到，帮我向师兄带个平安。好。
侯爷，圣旨到了。大胆！看见圣旨为何不跪？你先回天启，问一下，下圣旨的那位，我为何不跪？还不退下！镇西侯爷战功赫赫，10年前就获了隆恩，可带刀入宫，面圣不跪。你小小年纪，知道些什么？侯爷不跪，侯爷的儿子也能不跪吗？住嘴！原来是程公公，我俩好久不见了。多年前有幸与侯爷有几面之缘，没想到侯爷竟还记得老奴，老奴荣幸啊。我们黔东城地处偏远，远离天启，记忆中已经好久没有接圣旨了。陈公公，你拿着圣旨也挺沉的，你就宣吧。是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今御史台尚书弹劾镇西侯百里洛尘，勾结叛党，试图谋反，大逆不道，孤念镇西侯昔日平叛有功，暂不收监。即日起随天启钦差入京受审，钦此。好啊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这样，抬头，这是哪支军队啊？敢在黔东城纵马？神鸟骑，这样，金无畏，玉，侯爷，坚持吧。父亲，接吗？陈公公，何谓接吗？不接是不是就要起兵谋反了？那我们还能活着离开吗？程峰，接旨。这镇西侯府态度也太大了，我们可是天启来使，竟敢让我们等了这么久。就算撇开天启来使这个名头，光凭王爷您的身份，他百里洛尘也该出城相迎。晋升。哼，堂堂一个侯爷，怎么穿个大红色？是赶着去当新嫁娘吗？镇西侯当年有许多绰号，最出名的莫过于杀神和血衣侯。当他穿出这一件血衣的时候，代表他今日不想主动杀人，当然也不介意清理杂碎。聪明的人，这个时候是不会招惹的。我们可是天启来使，他难道还敢杀我们？素闻金无畏，都是废物。今日一见，
果然是废物。侯爷，琅琊王殿下，进去说吧。殿下，本侯还记得1年多前，在天启，犬子与殿下你相谈甚欢，没想到1年之后，却变成如此关系。朝堂之上，风云莫测。上次在这里，王爷带走了我的儿子，这次又要带走我的父亲。上一次带走了你们的儿子，我已经平安送回来了。这一次，我也一定尽力做到。只要侯爷真的没做过，要是本侯真的做过，王爷如今已经是个死人了。侯爷，准备什么时候启程？就明日。多谢侯爷。是你们，小师兄，这是？他们是暗河，天下间最神秘的杀手组织。你就是琅琊王啊！久仰大名，我叫苏哲。不要紧张，我来此不杀人。暗河拦路，不杀人。你就是木暖丫头吧？这张面皮不错。你的面皮呢？为什么藏起来了？老了，不像你，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我见犹怜啊。这些年在外面过得可好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看来过得挺好，那就好。当年那一战，活着的只剩下我俩了。没想到，今日会在此地相见。你的官话什么时候说的这么好了？失态了，失态了。我还想瞻仰一下侯爷的风采。侯爷的风采就先别看了，要不先看看李先生的风采。师傅，您，许久未见了。
苏哲老弟，咱们俩也许久未见了吧？原来是李先生啊，好久不见。这个人就是天下第一的李长生啊！我要是把他给杀了，那我也是天下第一了。那你就是天下第一蠢了。侯爷的风采还需要再看吗？不了，该看的我都已经看到了。长河、沐雨，我们走。师傅，你回天起，咱们再叙旧。我们走吧。传信给第一家主顾，因有李长生，事不成。传信给第二家主顾，因有李长生，事成。怎么样？多年不见，重遇故人，感觉如何啊？当年的经历，现在想起，背后都是汗。方才那个是苏哲，是当年苏家的第一高手。我知道，斗笠鬼啊！但你放心，你现在不是暗河的人，就算是斗笠鬼，他们也不能抓你。既然他认得你，就应该能猜出我们用了面皮。幸亏苏冷模仿得像，不枉费我跟你说了一晚有关师傅的事儿。虽然云哥的事，我对小师兄有怨言，但小师兄给我的每一个承诺，我都会相信。只是，我有我的安排。进来吧。见过小公子。这位是苏冷，我爷爷的贴身护卫之一。他父亲当年同我爷爷一同出征，是镇中的第一细作。哦，细作就是学什么像什么，要假扮农民就像农民，要假扮商贾就像商贾。这位姐姐最善易容之术，她做的面皮可谓是天下第一，完全可以以假乱真。哦，姐姐，我想请你为我做一张面皮。是假扮谁？他是谁啊？果然跟我画的十分相像啊！暗河行事谨慎，他们应当不敢冒这个险。老叔，这一次是什么事情把你从总堂给请出来了？当然是急事了。急事？什么急事？你们走了之后，提魂殿又接到了另外一桩单子。另外一桩单子，一单是要杀百里洛尘，而另一单是要救百里洛尘。老叔，我们暗河接单子向来都是接一不接二的，只要接了第一家的单子，不管第二家开再高的价格，我们永远都不会辩解。是因为什么原因改变了我们家老爷子的想法，让他做出这样的缺德事情？第一，杀百里洛尘本身就太难了，当然这并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，这第二单的客人身份更加尊贵。陛下，如何了？事成。那便好。可亦有变故。什么变故？李先生再次现身了。这第二单的客人，只要他下定决心，那这第一单的雇主
就是必死的结局。李长生，李长生为什么回来？他就算回来，为什么要和百里洛尘一起？为什么都要和本王作对呀？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殿下，冷静。冷静？你让本王怎么冷静？殿下，我倒是有个想法。有屁快放！李长生，陛下不是也很忌惮他吗？这次他和百里洛尘一起出现，岂不刚好给我们机会，一网打尽？你很聪明，都是帮殿下分忧罢了。分你个头啊！殿下，那李长生是什么人？你说一网打尽，大内所有高手加上国师一起都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你让本王去杀了他，用你的头还是本王的头啊？滚！是。这将死之人的钱，大家长觉得我们不如就顺便赚了吧。唉。李长生，他不是说再也不回天启城了吗？我不相信真的是他。茶。是。东君啊，我向回宫复命，你先入住行馆，我去避嫌，近几日暂不能来寻你。好。这。这个张御史啊，你说你在这儿来来回回，把胡某都绕晕了，你干着急有什么用啊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吧。哎，你呀你，都这种情况了，你还喝得下去？张御史，你这话说的，这可是碉楼小筑啊！你来都来了，不品一品这美酒，那岂不可惜？来一杯。陛下，让御史台派个人去审镇西侯，要不你去？哎呀，不行，这喝酒可以，审问的事儿干不了啊！要你何用啊？我以为啊，你早就习惯了我胡某在御史台吃白饭了。哎呀，张御史啊，我这个酒已经喝到位了，您就兀自在这儿瞅着。这我先走一步啊，告辞。哎呀，这好酒。还好今天喝的少，不然留神酒味给娘子闻到，那就大事不妙了。
比之前更完美了。我是李长生。像。爷爷，我想回下学堂。离别日久，既然重回天启，我也该回去探望探望。东爵啊，明天吧。今天呢，有客人来。你就是百里东君，是又如何？东君，把剑收起来。周亲公公，别来无恙。奴才拜见百里侯爷，托侯爷的福，还活着呢。不知道卓亲公公今天来找我有何贵干呢？这就说笑了，奴才哪有资格拜见您呢？跪下。跪下。拜见皇帝陛下。拜见陛下。免礼吧。姑早就听闻，你这个独孙英武不凡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同寻常。臣乃戴罪之身，陛下如此见臣，不怕会有不妥吗？什么戴罪之身？有人愚昧，受人蛊惑啊！在我面前参了你一本，你陪姑征战多年，又为姑镇守西之国门，怎么会有谋反之心呢？你放心，那些污蔑你的人，姑一定会重重的惩罚他们。你呀，演得太假了。哎呀，你既然看破，何必这样说破呢？乌里谈。先生许久不见，这是又回天启了。陛下请。你以前不是最讨厌喝茶吗？说人生美酒不行。好了，年轻的时候的确喜欢喝酒。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浓烈直接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间喜欢喝茶。茶虽然不烈，但是醇厚有回味。我们呢，都老了。此番务必小心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城不会破。你二人速速回去，温壶好酒，以酒待我，等我凯旋。上！大将军夜雨自恃功高，以权谋私，不敬圣人。有人检举，岂有通敌叛国之嫌？然念其昔年护国有功，
超满门，族人留发，夜雨带走面圣。亲子。是不是世上所有的兄弟一定会走到这一步呢？洛尘，我老了，现在是连喝茶也会醉。这趟你让我来天启，我知道你是为了他来铺路。看来你真的很看重这个儿子。我说的当然是琅琊王萧若风。你觉得如何？心思缜密，武功高强，为人很好。要是真的放在战乱的时期啊，他绝对是那种振臂一呼就会有千军万马以死相随的那种。姑10几个儿子，可在姑看来，就算把他们都加起来，也比不过一个他。李先生也很看重他呀。可惜呀，他有一个缺点，太善良了。善良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很好的美德，但对于一个皇子，这个词太多余了。之前啊，程峰代表镇西侯府和锦玉王还有琅琊王相好，但毕竟不是我来，你呀，就放不下这个心，就让我来天启走一趟，同时也让琅琊王一路相陪，因为你知道，只要是他，绝对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以死护我，毫无保留。然后，只要知道我真的没有谋乱之心，就会一直保护琅琊王。你懂姑，也希望你能帮姑。我真的老了，现在镇西侯府的事情啊，都是程峰来处理。你不会老的，你曾经说过，就算哪一天你死了，手里也要握着刀。放心，过去的事情不会重现。你不仅能安然无恙地回到镇西侯府，还会被加封。姑封你为鹦鹉侯，镇守2方国门，世袭罔替。许久未见，先生还是这么风采依旧啊。只是没了先生的天启城，却显得有些寂寞了。哼，是吧？比如呢？比如这一招，就无人可挡了。雕虫小技，有我这个关门弟子在，哪还轮得到我师父动手啊？这位公公，若是手痒痒，不如我来向你讨教讨教。走了，恭送陛下。
陛下，李长生离开了天启城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。方才奴才在试探的过程当中，细细地观察了此人，无论是从声音、形态，甚至连说话的语气，确实跟李长生很像。只可惜太像了，像得太过刻意了。奴才敢确定，此人不是真正的李长生。他那张脸只是人皮面具，再加上百里东军的那一手回护，虽然嘴上他说的在情在理，但是他那番说辞在奴才面前还是嫩了点儿。那就好。如果李长生真的回来了，事情就麻烦了。百里洛尘的胆子比当年真是小了太多，竟然用假的李长生来恐吓蛊。那百里洛尘的那孙子呢？你方才似乎在试探他的武功，如何？此子无畏，假以时日，必成大才。倒不愧为李长生的关门弟子。古书中说，君子之泽，30而战。这百里家倒是一门三代，一个比一个人才。只是朝中世家，兴亡3代太久了。如何？御史台那边怎么说？那边只传了4个字出来。你为什么关子呀？快说是。是，属下是言。御史台里说，此事难成。难成？难不成？难不成父皇不想杀百里洛尘了？不可能！当日本王去宫里求见父皇，跟他说百里洛尘谋逆的时候，他很支持本王的。怎么可能说变卦就变卦了？不可能啊！为何难成？那人不愿意说呀。不愿意说。我们亲王府现在还没有垮呢，他就这么急着跟我们撇清关系。那他当初拿银子的时候，他怎么不说不愿意啊？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殿下，不可能！你怎么又来了？殿下，应大人有客来。什么客都不见，滚！是。王爷火气这么大呀？朝中之事，风云变化，起起落落，不争一时得失，才能立于长久不败之地。你终于来了。奴才见过殿下。终于等到你了。也是大姐觉得时机等到了，所以就让奴才来了。有负师父所托，我败了。锦轩愿意受罚，请师父降罪。锦仙也愿意受罚。不用了。百里东军，此人以后不用管了。
陛下那边我自会去解释。回去疗伤吧，这一次是我算错了，你们不必自责。瑶儿，师傅，还有二师兄的女儿，你怎么偷偷回来了？若不是先生回来了，谁来帮你解决那个最大的难题啊？哎呀，你还真是慢呀！该走了。可我爷爷，你爷爷他一早就回了黔东城。啊？先生在解决了卓秦大将后，先回了趟行馆。侯爷得知你无碍后，便在破风军的护卫下离城而去了。你放心吧。放心吧。哼，该回雪月城了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可是一城之主哦。那长风呢？他不也是城主吗？他呀，他有别的事情要做。这天启城的事情，到现在也该了了。回雪月城，不问朝堂事，只做江湖客，如何？那自然是好。你们家是世袭罔替，以后你可是能做侯爷的。这侯爷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说不做就不做了。我本就不愿打仗，此番是为了爷爷而来。既然此事已了，好，我们回江湖。好，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10年灯。那我们就回江湖。走。国师啊，姑的这番谋划，可是有些志气啊。陛下的谋划不能说是志气，都是为了背离。只不过陛下的眼光看的，终究只有这几十年，而李长生看的却是几百年吧。李先生应当就是贝离的护国人。无论是他培养出琅琊王这样的绝世之才，还是将百里东军收作弟子，
都是他的护国谋划呀。世上真有人能活几百年吗？吾等秘法之家，确实有地仙之流。可活过100年已是不易，能活几百年，必是付出了常人难以接受的代价，自然也要接受常人难以承受的责任。姑明白了。雪月城弟子司空长风，前来挑战羌王刘孝臣。雪月城弟子司空长风，前来挑战羌王刘孝臣。你便是羌王刘孝臣？你想问我的枪？请赐教。哎，师傅，你还没告诉我呢，你带二师兄的女儿出来做什么？来，重新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你的二师妹。我南宫春水这一世啊，只收3个弟子。哦，难怪长风是雪月城的3城主啊，2城主在这儿呢。大师兄，真乖，真乖。那这位呢，就是你的大师嫂。别理他，我叫月瑶。月瑶姐姐。哎，天杀的小肉蜂！你说他还是不是我小师弟啊？哦，不对，现在还多了一个小东巴，那也还是我的2小师弟吧？我是谁？我是师兄啊！使唤师兄去追一个陶得清的小娘子，拜托，衙门都不管这事儿，好吧？还有叶鼎之，他可是我最崇拜的叶羽将军的儿子，我能抓着他吗？什么破事儿都让我干，不干了。大不了不做那狗屁将军了吗？要不还是回家跟老祖宗认个错吧。我现在怎么突然觉得这货是我的2师兄，有点丢人呢？雷二，二师兄，小东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韩毅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离家那么远。你谁啊？是你大爷。嘿。还真的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！我这短短几日不在天启城，就你这小小少年也敢对我喷粪？我稷下学堂2师兄李先生的亲传弟子卓墨公子雷木沙，我呸！李先生的亲传弟子啊，唧唧歪歪，唧唧歪歪的，琅琊王算个球，不服他打一顿啊！抱怨个啥？等等，哼，师傅是吧？哼，不是你戴着人皮面具吓唬人干嘛呢？
闺女在哪儿呢？给个面子。哎，滚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留在这儿，就给我在北离，在天启城闯出个名堂来，回雷家堡。哼，雷老头要是敢收你，我定把他狗头打爆。知道了，师傅。滚吧，得嘞。爹爹，寒衣，回家。寒衣现在是我二徒弟，以后就跟着我了。好家伙，才一转眼的功夫，你跟你爹我平辈儿啊！寒衣啊，出门在外，你一定要保重身体。你跟你师傅，好好的学习功法，好好努力，要加油，知道吗？千万要远离长得好看的男孩子。爷绝对不可以牵男孩子的手，答应爹爹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娘还在家里等着你呢，我赶时间。好，走了。二师兄，珍重。嗨，珍重个屁啊！别老说那些沉重的词儿，说的好像这辈子见不着似的。海一，千万不可以牵手啊！你快走吧你。走了。过来。哎，对了，师傅，小师兄呢？我还没来得及跟他告别呢。他呀，他现在不在天启城内。前几日我让他去了别的地方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好吧，等他下次回来再跟他见面。回呀，回就不回了。我们也就此别过吧。什么意思啊？该走了。师娘，师母，行了，我要远游去了。此行我会带上寒衣，待到他学成之后，就会回到雪月城。至于我们，这一生啊，怕是不会再见了。师父，哎，我原本觉得。这人生在世啊，不必拖泥带水的。这最后一面见不见啊，差别也不太大。但是这镇西侯府一事，既然我来都来了，那就还是见上一面吧。不过也没什么给你们留的，就给你们留4个字吧：借刀一勇。快200年了，萧逸，我还记得当年李寻留给我们2人的4个字。现在。我就把这4个字留给我的徒弟吧。你终于走到了这里，得到了你的天下。但我现在觉得，这天下没什么意思。那就回去，跟我回到这江湖里。那李玄留给我们的4个字，你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了。倒是你，我总觉得似乎你已经忘了。我没忘。但我只是希望，我用一剑破开那个城门开始，这天下的少年郎都能记住这4个字。如今他已没有剑法刀法之术，随手一挥，便是绝世之法。好了，启程。
师傅，我会记住的。瑶儿，没什么，就是想到了父亲。东君，我自小与父母分别，对于我父亲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。我只记得我小的时候过节，我想去街上看花灯，我父亲就和我佯装成普通百姓的模样，混入灯会。他会将我扛在肩头上，他的肩膀很宽厚，很温暖。与父亲的重逢真的太短暂了，像是一场梦境。你说，要是我早日打开那扇门，是不是就可以劝劝父亲了呢？瑶儿，对不起，我应该多顾及你的感受的。我们都会责怪心中的自己吧。不过，终究是要向前看的。到了，瑶儿，你看，东边的天空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星辰，瑶光。帝君，东升瑶光，西起帝君。暗潮停了。蓬莱岛，我终于到了，真是感慨啊！莫依莫依前辈，前辈，
许久不见了。前辈还是这般的风神俊了。前辈，你说说你，都40好几的人了，还顶着一副17、18岁的皮囊，羞不羞？你怎么不问问你师傅，100好几的人了，顶着个17、18岁的皮囊羞不羞啊？真是个不善良的小孩，难怪武功全废了。前辈不愧是神仙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怎么被废的？伤心事了，不提了。还是年少啊，这有什么值得伤心的？小百里，你练的内功叫什么？秋水诀。秋水时至，百川贯河，径流之大，两寺主崖之间不变牛马。这的确是一门很厉害的内功，但还不够，还请前辈教诲。如仙见秋水，心生感悟，创秋水诀。可这毕竟是他的感悟，你练得再好，用得再熟，也终究逊色如仙几分。再者，秋水时至，百川贯河，这本就不够。随我来。你师傅呢？我师傅出门远游了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。这怕是很难再回来。前辈此话怎讲？你师傅去了北面，极北之地。我师傅去做什么？那我来这里又是做什么？前辈，如今我武功尽失，你就别再说这种高深莫测的话了。武功尽失，又不是脑子没了。天外更有天，武之一道，所求无尽，所成亦无尽。越强的人，责任也就越大。北面的冰原，西面的荒漠，东面的无垠大海，南面的万众大山，人间绝境，四方圣人。总有一天，你也会去镇守一方的。我？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。越过石碑，你就能看见真正的绝境。天无尽头。以前的人留下来的是“天尽头”3个字，可我觉得，所谓尽头，不过是我们的目光有尽头，而并非真正的尽头。所以我便改成了“天无尽头”。那边就是另一个世界了。去吧。古籍《山海图志》里说，在天尽头，是一处深不见底的悬崖，缭绕云雾在那里汇聚，竟如海水一般奔流而下。急速的奔流燃起火焰，将整片天空烧得通红。另一本古籍《天风野录》里说，这天之尽头，每当有盛世来临，会有众仙来朝，万佛参拜，是绝世仙人之住所。我想，这写书之人一定来过这里。因为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的。这云雾背后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或许确是仙人佛祖，或许
不过是虚梦幻影，又或许真的到了天的尽头。这不是我等可以探求的了。现在，你可知为何我说百川贯河还不够了吧？千丈云海奔流而下，光听声音，便如千万匹骏马踏碎荒原。假使这是一片无垠海面，一望无际，哪怕是用最快的船，日行千里，行上1年、10年，也无法看遍整个云域。世间万物波澜多彩，有太多未见过的景，未见过的物。所以说，只看百川归流入海，还不够。是极是极。秋水时至，河伯自傲，但是在这大海面前，却也只能望洋兴叹，更别提这无垠云海。可在这极景之下，也不过尔。内力没了，便重新再练，不是什么大事。只要你的路还没有走完，就还可以回头。只要路还没有走完，就还可以回头。如先见秋水入河，便创出秋水诀这样高深的内功。如今你见这极地绝景，是否也该创出更加高明的功法呢？你是说，光看这奇景，便能创出一套内功？可你看的不只是奇景，还有天道。未来的日子，你就在这石碑后，好好想想你的内功。前辈，你可是认真的？我当然是认真的。万物皆有道，你能临着天道锤炼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。好好珍惜吧。莫一前辈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观海，潮起潮落，真如人生。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个温和有礼的人，妹妹随我一起长大，也曾天真烂漫。可能是人生太长了吧。走着走着，心就乱了。我们活在世间，或许一直在摸索自己想要什么，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没关系，但一定要清楚自己不要什么。抛下自己不想要的事情，一切事就会变得明朗起来。前辈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讲大道理的老师？我都有些不习惯了。唉，年纪大了，看到有缘的年轻人，便忍不住多说几句。我点了安眠草，他太累了，但他毕竟内功高深，还是小声点为好。叶公子想要同我说什么？你应该猜得出来吧？我听说过很多种入魔的形容，却从未见过你这样的。神志清醒，良知也还在，这入的是什么魔？魔头不应该都是
失去理智，大杀四方的吗？这魔本就在一念之间。之前的我，不在乎天下苍生，更想杀尽所有与我为敌的人。在正道看来，我怎么不是魔？东君，他想要救天下，又想要救我，这不是正道，也不是魔道。那是什么？是他自己的道。但他的道再大，我也注定无法与他并肩而行。我走了，你不必白费力气拦我，我也不想伤你。可你的伤无妨，东君没有下死手，更何况你也应该清楚虚年宫的自愈能力。好了，等他醒了之后，带着他往西走，走得越快越好，越远越好。不要再同我有任何干系，我会用我的方式终结这一切。好香啊！来尝尝这个，真好吃。没下雨，你为什么打着伞？是伞，也是武器。传说中的18剑阵，对吧？我倒是挺想一见，只可惜我是想作为你的对手见到。你笑什么？因为好笑啊！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说想跟暗河的纸伞鬼交手。你知道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吗？我想和天下任何一个厉害的剑客交手。也对，李姑娘，李公子以后定然是能成为剑仙的，毕竟你还曾2次问见过我们望城山。哎，你看这桃子眼熟吗？这是我们玉珍种的呀。是我多言，是我多言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才就想问你呢，兄台。现在可不是吃桃子的季节啊。那可不，我们玉珍在望城山上布下了一个阵，1年4季都可以吃到桃子。偌大的一座山，说布阵就布阵。那看来你这位师弟可非同一般呢。李公子，来，接着。要吃可就快点吃了，说不定这是你这辈子吃的最后一个桃子。
居然都是一些故人。好久不见。学堂一别，是好久不见了。但我不会后悔今日一见。叶大哥。 除夕那天，我去了，本想见见你，还是算了。此前你说后会有期，如今又见面了，我很开心。 当年一见，风姿灼灼，本想着向你问剑，可以胜你一招，却未曾想是和那么多人一起过来杀你。人生在世，又有多少事是可以想得到的呢？ 暗河的杀手，我听过你们。听说你开始转伞柄的时候，就是要杀人了。无产！啊！师傅，叶大哥出事了，我去。无产呐，万事有因，必有果，这是他自己的因果。真是我要杀的人里面最难杀的。薛鼎之，现在总还来得及。魏沐雨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咱们这一群7个人，就你我加上这个油盐不进的李寒一想杀他，我们暗河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？他受伤未愈，还不是时机。那这最后一剑的机会，我留给你。
这招叫什么？这一招叫沐雨。果真像一场漂亮的剑雨。我师父留给我的旋风剑，也曾经想这样，可惜现在他不在我的身边。借刀一用。 瑶儿，你应该拦住勇哥的。他执意不想连累你，要和你分道扬镳。你就算醒着也拦不住，何苦内耗，让前来追杀的人渔翁得利？东君，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可以改变他的决定的话，那个人只能是易文君。玉。 季若风，你不好好养伤，跑来做什么？我这一路看到了很多门派被灭了门，很多百姓被无辜杀害，乃是潜入北离的魔教教徒所为。虽说不一定是叶鼎之的旨意，但终究和他脱不了关系。你若是救他，那就是和整个北离江湖为敌。可你代表的是学堂，是雪月城，是北离正道。 虽说老祖宗没有给我指示，但我有必要来阻拦你。那你试试。你以为你是在救他，殊不知你这么做只会害死他。何意？虽然叶鼎之入了鬼仙境，但他对所有在乎之人仍有感情。你是他最好的朋友，那他就绝对不会接受你的恩赐，因为他现在是世上罪恶之人。而如果你救了他， 就等于把自己推入深渊，置于万劫不复之地，所以他绝对不会让你救他的。你想带他回南绝，他就一定会留在北离。这么说，你能懂吗？这人呢，明明想帮忙，却非要找个显得不那么正经的理由。 侯爷，有人求见，请进。哎呀，见过侯爷。你的官服是偷来的吧？啊？东君不得无礼，这位是御史胡步飞，他家3代为官，乃国家栋梁。哎呀，侯爷啊，你看这句话。 就有些讽刺了啊！原来是御史大人啊，怎么来我们的地儿审我们？哎，哎，不敢不敢，我只是听说当日在碉楼小筑以7盏星夜酒大胜秋露白的那个天才酿酒师在此，所以我特地来此讨杯酒喝。我找2杯酒，1杯敬酒，1杯罚酒，请问你想喝哪一杯啊？侯爷，这小公子。 跟江湖上传说的很不一样啊！今日一见，一身的锋锐，倒是跟侯爷有几分相像啊。他呀，本来就是我孙子，难道不该像我吗？请坐。哎呀，这可是上好的碧螺春，你就用这茶香盖盖你身上的酒气吧。 要不然你回家不好交代，你家里那个可凶得很呢。侯爷，您还记得他呢？哎呀，也好，既然侯爷愿意同我喝茶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爷爷，您和这位御史大人曾经见过？怎么感觉很熟稔的样子？他的父亲是龙云阁的首席大学士胡成。 之前呢，跟你爷爷是同窗。你小的时候，这胡大学士还曾经抱过你。大学士，怎么感觉没有半点遗传呢？御史台的正事，你还不说一下吗？
是什么正事啊？御史台有做过正事吗？你呀，御史台那帮废物不敢来见我，怕我这个烫手山芋，把你派来。但你这个混不吝的，是一个承蒙父荫的败家子，来我这里打听，无论是好的坏的，你必然是没有东西可以问得到。侯爷，通透。不过，御史台的算盘他们打错了，你不问，我却要讲。我不听啊！我不听！你是要让我把你的耳朵拧开吗？侯爷，您说，我记着。阎王比催人命。侯爷，我希望您说的话可以不要太多。我这老人家说话就话长，要不东君，你来替我说。镇西侯府有杀人刀10万，镇守国之西门，勿有乱国之心。此番入天启，由世子百里成风率领破风军。世子尚武性格冲动，不过事前已告知世子，无论此番生死何悔，镇西军断不可轻举妄动。镇西侯府坚信，七御史监察百官，明察秋毫，定能还镇西侯以清白。如若必要，镇西侯愿与诬告者当庭对质。万望御史将镇西侯所愿上达陛下，吾镇西侯府万谢。这些话多吗？不多，公子啊，你这一字千金呐！你要是再多说几句，我这个手抖的就写不下去了。你要走便走，本侯爷不打算留你了。东君，送客。小公子，你方才那番话，通篇就一个意思，我没有乱国之心。倘若你要杀我，我10万破风军，直指天启，说打就能打。哼，佩服啊！我朋友说这7盏星夜酒，大胜秋露白，不错，想喝。若是你后面证实我爷爷无罪，别说7盏，送你7坛又何妨？小公子，这可是你说的，这酒我喝定了。哦，七御史也有判决了，无证之罪，七御史有什么资格判？小公子，你放心吧，侯爷定能安然无恙。只不过什么？公子，你要多加小心呐。自然，此行我是为了保护我爷爷而来，定不能出半点差错。我的意思是，小公子要注意自己身上的危险。我身上的危险？好了，公子，再过2条街便是御史台，胡某自己回去便是。夜路难走，御史也请多加小心。告辞。哎呀，小公子，告诉我们，百里洛城与你说什么？我们不杀你。滚！你比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哎呀，你们这些人，说辞就永远只有这一套，没点新鲜感。我告诉你们，敬酒不吃，罚酒我也不吃，我只想吃我自己的酒。别跟他废话，再走。多谢小叶将军。你应该早就料到这一点了。是否我不来，你也能应付呀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我这一介书生啊。
那抛开父辈的事不谈，今日我也算是救了你一命。哎，多谢小叶将军。天启城是非之地啊，小叶将军早些离开吧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。宫里的骆都统，最近似乎不在天启城中。骆都统好像奉命出去办点事儿，但具体什么事儿我就不知道了。那我兄弟这边定当无恙，君子一言，万死不辞。说，第一件事，李长生当年与百里东军出天启游历，人在半途就已不知所踪。由此可见，这李长生应当是假的。第二件事，我已给锦仙他们传讯，算算日子，应快到天启了。方便吗？随意。老板，来份和他一样的。好嘞。好剑。风雪剑，沈静舟。无名剑客，叶鼎之。我听说过你，你是剑仙羽生魔的徒弟。当年羽剑仙带你闯男爵，一剑连挑数十高手，好不威风，听得我很是向往。我也听说过你，仙人天上来，一剑风雪出，右手杀生，左手慈悲的沈静舟。没想到，萍水相逢这世上最顶尖的少年剑客，靖州有幸。有此幸事，当服一大拜。只惜现下无酒，不如以茶代酒。希望叶兄不会嫌弃。沈兄弟既然听说过我，想必也知道我另一个身份。我是叶羽的儿子，北离的通缉犯。我也知道风雪剑沈静舟的真实身份，是宫中大剑卓清的亲传弟子。此乃天启城外，而我未入天启，便仍是江湖之人，所以，我只是沈静舟。你。也只是我萍水相交的朋友，叶鼎之。好。叶兄，我们后会有期。沈兄应该仗剑江湖，何苦要回到这天启牢笼啊？
师父急召，不得不回啊。原来如此，后会有期。撤！撤！撤！陛下，此案难判，还望陛下明示啊！我萧氏治国自有国律，你御史台监察百官以国律为纲，何事不可判，何人不可查？你跪在这里，让姑给你明示。姑说谁有罪谁就有罪，姑说谁无罪谁就无罪。那要律法做什么？要你御史台做什么？张承仲，我看你是老糊涂。陛下，御史台是有监察百官之责，可那侯爷手握10万强兵，任何判决都可能引起北离震动，臣不敢乱判呐。哎，张承仲，你就说你手中的卷宗，能判他谋逆吗？可说亦不可说。胡不飞，昨日是你去给他问话的吧？你说。回陛下，臣以为镇西侯没有谋逆。你看看人家，陛下，那这……我说了，按律法据实以判，无谋乱之举就是没有谋乱。对于有无谋乱之心，你去问问姑的那些儿子们，何人没有？陛下，张承仲，你也是2代重臣，国之栋梁，怎么只会一些耍赖的功夫？陛下，既然已经解决了一个难题，但是还有另一个呢。叶鼎之，叶鼎之，叶鼎之，你终于来了。不是你让我来的，说吧，什么事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好吗？叶鼎之，不然你就让我死！你以为我不想你死吗？所有参加计划的人都被我杀了。冲飞离死前为了保你，说这件事与你无关。他拿我当傻子。那你为何？因为需要一个傀儡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发现这样你会很痛苦。你不就是喜欢这种求而不得的游戏吗？那就好好置身其中，好好享受吧。叶鼎之，叶鼎之，你回来！你回来，放我出去！你回来！叶鼎之，叶鼎之，叶鼎之，你回来！
天外天前左护法，紫衣侯紫雨霁；天外天前右护法，白发仙莫奇轩，恳请归宗。你们不惧？我本已该死，命是你救的，若你真要拿回，我有何惧？ 我没有救过你。我和齐宣叛宗之后，逃到那片竹林，发现那个小屋，而这东西就在小屋里找到。当时我伤重不治，是靠你的伤药，我才活了下来。更别说，还得到了燕灵霞前辈的帮助。虽然你不知道此事，但我和齐宣依然承你这个救命之恩。 还有呢？还有就是，你够强。唯有真正的强者，能带我们走出这片血源。我们坚信的，唯有这手中的剑。不是要回宗吗？怎么不走了？谢宗主。不错。 莫一前辈，如何了？这一年里，我丹田内空空如也，但是今日，内里如海水般涌出，充盈了起来。你已观想了1年，有此境界，不奇怪。可是想通了？我要回去。 把他带回来。若是他不肯跟你回来呢？那就和他讲道理，讲过他了，然后带回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有志向。莫一前辈，怎么听起来像是在骂我？不过，先不着急。比起去找他，我现在更想先洗个澡。 快哉！前辈说秋水入海不够，我觉得这片云海也不够。那什么才够？天，只有这片天才够。我的内功，名垂天。来，谁让你把胡子养这么长的？瑶儿，你说我在这石碑后面
似乎没有了时间的概念。我这一去都1年多了，却感觉只去了几天，唯独这脸上的胡子没有骗人。不过，倒是也算有收获。我练就了属于我的内功，明垂天，是不是还不错？是，就是这胡子要是更干净一点，那就更不错了。哦，别动，不然一会儿真刮到脸了。嗯。好了，百里东君这小子，刚刚竟然入了一瞬的神游玄境，倒是有趣。可惜只有一瞬。莫一前辈，我们也该走了。等我把叶鼎之从天外天带回来，便叫你来雪月城尝尝我酿的酒。我们到时候再见。希望还是不要再见了。都说仙人太上忘情，前辈可真是绝情啊！若你再次见到我，一定会后悔今日所说的话。原本以为你被叶鼎之吸走了内力，我还有些担心，却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恢复了功力，还变得更强了。但让我感到最开心的是，你又恢复了往日的义气。师兄呢？这2年可好？好，也不好。怎么说？说来话长，进去说吧。外面那位，就是百里东君。那我一会儿可要好好瞧瞧他。姐姐，我拿着你的信物去了秀水山庄，也做了师傅的弟子。从今往后啊，你可不能再叫我姐姐了，论辈分，得叫我师妹。落霞姐姐，你就别打趣我了，打趣你多开心啊！哟。
百里公子久仰大名啊！哦，没想到我不在江湖一两载，名号竟还如此响亮，惭愧惭愧。可非此名啊，而是姐姐。师父，坐吧。师兄方才所言何意？可是遇到了什么麻烦？是你最不想听到的那个名字。是叶鼎志。没错，半年前，北离西北面突然冒出一股势力，将边缘上的各大宗门都整合了起来。他们行事乖张狠戾，被人们称作魔教。他们不断骚扰我北离的边境，于是，北离便派出一些高手前去抵挡。他们都不是对手，因为不知他们的底细，所以不敢贸然行动。直到上个月，江湖上3名德高望重的宿老潜入魔教，他们准备一举拿下魔教教主的人头，想让他们群龙无首。他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，但却没想到。没想到，他们没有死，而是活着回来。北离江湖还没来得及欢悦，便发现这3位长老虽然仍吊着一条命，但全身功力竟都被废了。他们说重伤他们的人，正是魔教教主，他叫叶鼎志。东君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云哥。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的。